一件几乎没有人认真算过的事，人类把大地震的日期讲死，50年来到底讲对过几次？压住的人并不弱，里面有国家级研究机构，有挂着博士头衔的科学家，有一整个国家的预算在背后撑腰。1975年2月4日，中国辽宁海城官方在那天白天下了疏散令，当天晚上7点36分，规模7.3的地震真的来了。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同一个国家，同一套系统，只隔了17个月。这一次没有任何预报。凌晨3点42分，官方后来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42769人。1981年，秘鲁被2位挂着美国政府机构头衔的专家点名，全国陷入恐慌，观光崩盘，房价往下掉，结果一颗石头都没有掉下来。1990年12月3日，美国新马德里被点名到日，学校停课，保险卖到缺货，电视台把转播车开进那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那一天平静得像一张白纸。1999年7月，那位法国人预告的恐怖大王没有从天上下来，可偏偏2个月之后，9月21日凌晨1点47分，台湾中部的地面真的裂开了，而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点名过那一天，所以我们在月历上圈圈画画，整整圈了50年。可为什么偏偏这50年里真正被公认压中的那一次，发生在仪器最少、最不科学的年代？而在那之后，设备越来越好，头衔越来越大的人，一次都没有再压中过。2026年8月，这件事又来了一次。一支频道叫时光之谜的影片被演算法推到很多人的首页，长度15分50秒，观看数72949次，标题直接把9月和12月2个月份圈了出来，还顺手加码了金融洗牌和变种病毒。底下的讨论在1个晚上之内就炸开，有人说要开始囤水，有人说家里老人家昨天就头晕，有人说他自己早就有感应，还有人已经在下面排队卡位，说到时候记得回来这里集合。集合干嘛？兑奖啊！所以我们究竟在期待什么？我们是真的想知道地什么时候会动，还是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圈起来的日期，好让那种说不出口的不安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放？而最可怕的是，万一它真的震了，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去记住这件事？这50年其实就是一座赌场，地底下那几副板块是庄家，我们今天叫它闷葫芦庄家，因为它从来不公布开奖时间，也从来不回答任何问题，只在你以为今天绝对不会开的那一刻，把牌啪一声摊在桌上。柜台前排着长长的队，是一群阅历神枪手，里面有命理师，有大学教授，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每个人手上都握着一叠筹码，每一枚筹码上面写的都是一个月份，而站在他们背后，永远只在开奖之后才现身的，是一支兑奖大队。这是全场最强的一支队伍，不下注，不承担风险，只在牌翻开那1秒钟冲出来，替所有人重算分数。今天我们就把这座赌场50年的账一笔一笔翻出来对。这个副本我们人类刷了整整50年，刷到今天，通关次数是1次。对到最后你会发现，输得最惨的从来不是押错的那个人。先把这一题的来源查清楚，因为这一题材最怕的就是查都没查就开始讲。2026年8月，那支影片来自一个叫时光之谜的频道，标题的写法是命理师警告，真正的大地震还在路上，9月和12月防大震。可是这里有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跳过的问题，这句话到底是谁讲的？在哪里讲的？原句是怎么讲的？公开资料能确认到的大概是这么几层。第一层，这是一支整理型频道做出来的影片，也就是把别人在别的场合讲过的内容重新剪辑配音再包装。第二层，这一类影片的标题是频道自己下的，不是原讲者亲手写的。第三层，被指名的那位命理师叫廖美然，他长期在台湾的谈话性节目上谈命理与运势，这件事本身是公开可查的。但是9月和12月这几个字，是不是他本人一字不差讲出来的？是在哪一集、哪一天、哪一个节目上讲的？完整的原话又是什么？这几件事公开资料目前对不上，我们能确认的只有一件，有一支影片的标题这样写，而这支影片有7万多次观看，这中间的落差就是对蒋大队最爱的那道缝。因为一个没有出处的预言比一个有出处的预言好用100倍。有出处，你随时可以回去查它到底讲了什么；没有出处，那句话就会慢慢长大，长成任何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去复述任何一位命理师的预言清单，那种东西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
今天要做的事比较无聊，也比较狠，我们要去翻50年来所有把月份讲死的记录，看看那些筹码最后到底落在哪里。那我们就先来算一笔最冷的账，把赔率摊开在桌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长期统计，这颗星球每年平均会发生规模8以上的地震大约1次，规模7到7.9的大约15次，规模6到6.9的大约134次。把这串数字除以12，你会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平均而言，地球上每一个月都会有10几场规模6以上的地震，每2、3个月就有一场规模7以上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年9月要防大震，这句话在全球尺度上的中奖几率是多少？接近100%。不是他厉害，是这台机器本来就每个月都在转。这种等级的神通跟预言明年还会下雨是同一款。那缩小到台湾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长期统计，台湾一年侦测到的地震数以万计，其中有感地震大约1000次上下，而规模6以上的平均一年会遇上2到3次。也就是说，在台湾，如果一个人每年圈4个月份说要防大震，他这辈子的命中率不会太难看。这叫散弹打法，你根本不需要瞄准，你只需要把整面墙打满，而那面墙上本来就爬满了靶。神枪手之所以是神枪手，不是因为他准，是因为他站在一面全部都是靶的墙前面开枪。更狠的还在后面。什么叫大震？没有人定义。规模5.5，房子摇得很凶，但没倒，算不算？规模6.4，有一栋老屋倒了，没有人死，算不算？在花莲外海发生，台北的高楼晃了30秒，算不算？只要不定义，这一注就永远是赢的。所以月历神枪手真正的本事从来不是预测，而是设计出一种没有书法的下注方式。点一个月份，不指定规模，不指定地点，不指定日期，然后等到开奖，兑奖大队自然会出现，替他把那条线接起来。这里要先讲清楚一件事，我们不是在说那些人存心骗人，有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算对了的，而且科学家开起枪来比谁都猛，猛到赔上一个国家。时间回到1975年2月4日，中国辽宁省海城县，这是整篇里唯一一手真的赢了的牌，所以我们要慢慢讲。从1974年年底开始，辽宁一带的地下就开始不安分，地下水位变了，井水有的变浑，有的往上冒，还有冬眠的蛇被人在雪地上捡到。这些都是当年留下的记录，也是后来被引用最多的部分。但真正让官方下决心的不是蛇，是前震。从2月1日开始，海城一带出现密集的小地震，到了2月4日上午，密度高到仪器上一眼就看得出不对劲。当天辽宁省下达了疏散命令，很多人被要求离开房子，在摄氏0下的天气里待在户外。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有多荒谬，整个县的人在雪地里跺脚搓手，骂着这什么鬼命令，屋子好端端的立在那里，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当天晚上7点36分，地面忽然站不住了，规模7.3。结果呢，在一个人口密集、房屋结构脆弱的地区，发生一场7级以上的浅层地震。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000多人，这个数字放在那个年代，那种建筑品质里低到不可思议。这一手全世界都认，当时的地震学界简直要飞升了，人类破解地底指日可待。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通关吗？不行，而且不行的理由比成功本身更重要。然而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后来地震学界回头检讨这件事，结论相当残酷。海城之所以爆得出来，是因为它刚好是极少数带有清楚前震序列的地震形态。换句话说，闷葫芦庄家那一次不小心把牌角掀起来给人看了，这不是被算出来的，是被看见的。而一场地震前面有没有前震，本身就是随机的。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大地震前面什么征兆都没有，你不能写一套只在庄家失守时才有效的必胜法，然后宣布自己破解了整座赌场。所以海城不是通关，海城是庄家打了一次哈欠，而人类看到那个哈欠兴奋了整整17个月。17个月之后发生了什么事？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没有前震，没有预报，没有疏散，万万没想到，才刚刚学会看牌的人类，这一手连牌桌在哪里都没找到。那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在睡觉。规模7.8的地震从城市正下方发生，震源很浅，整座工业城在几十秒内垮掉。官方在1979年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42769人，而在这之前17个月，同一个国家，同一套地震预报体制，
才刚刚立下全世界唯一的那个功劳。这件事的残忍在于，他把赌场的规则讲得清清楚楚。你上一手赢了，不代表你懂牌；你上一手赢了，只代表你上一手赢了。海城之后，中国各地确实出现过大量的预报尝试，也确实有几次被认为抓到了。但地震学界后来要统计这些记录时，遇到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你到底发过多少次没有发生的警报？如果一个地方一年发20次警报，其中1次撞上了，这叫预报还是叫散弹？这个问题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而中国也是全世界极少数至今仍然在体制内保留地震预报业务的国家。回到唐山那一夜，从那之后，全世界的地震学家心里都很清楚一件事：人类手上真正能用的牌，只有那张叫做前阵的运气牌。而庄家什么时候会打那张牌，他不说。于是接下来的50年变成一场很奇怪的竞赛，一群人不再想着怎么看牌，而是开始想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推算出开奖时间。月历神枪手的黄金年代正式开始。时间来到1980年，这一次上场的不是命理师，是2位挂着美国政府机构头衔的人。一位叫布雷迪，是美国矿业局的物理学家，他常年研究岩石在压力下破裂的过程，而且相信自己找到了一套可以推算大地震时间的理论。另一位叫斯彭斯，是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地震学家，他一开始是被派去评估这套理论的，后来变成了合作者。他们的结论是，秘鲁首都利马的外海将会发生一场超级地震，规模 9.9， 你没有听错， 9.9。 而最惊人的部分在于，他们把时间点到了1981年，最具体的版本里连日子都写了出来。要知道规模 9.9 是什么概念？人类有仪器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是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规模 9.5。 他们预告的是一场超越人类全部记录的地震，而且点名到日。不同来源对那个确切日期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写6月下旬，有的把整个夏天排成一串越来越大的序列。公开资料能确认的是这几件事，秘鲁政府为此开了会，民防单位动了起来，媒体天天报，观光客不敢来，沿海的房价往下掉，有家庭真的搬走了。然后呢？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一天过去了，那个月过去了，那一年也过去了，利马外海安静的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因为本来就什么事都没发生。美国官方后来组了评估小组，正式否定这套理论，而布雷迪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相信自己是对的，只是时间算错了。这一节你要记住的不是他错了，而是他的身份。这一枪不是命理师开的，是一个挂着国家机构头衔，真心相信自己算对了的科学家开的。月历神枪手从来不是某一种人的专利，那是一种诱惑。而秘鲁这一注赔掉的是整个国家将近1年的观光收入。可是你今天去搜1981年秘鲁大地震，什么都搜不到，因为它没发生。兑奖大队不记录空号，这是这座赌场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时间来到1985年，这一次的枪手是美国地质调查所自己。加州中部有一个叫帕克菲尔德的小地方，人口只有几十个人，可是它坐在圣安地列斯断层上，而且它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性，它很规律。1857年、1881年、1901年、1922年、1934年、1966年，这里发生过6次规模6左右的地震，平均间隔大约22年。对地震学家来说，这几乎是上天送来的礼物。一条乖乖照表操课的断层是验证预测理论最干净的实验场。于是在1985年，美国地质调查所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他们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份地震预测，内容大意是，帕克菲尔德将在1988年前后再发生一次规模6左右的地震，而在1993年之前发生的几率高达 95%。 这不是谁在直播间里随口讲的，这是一个国家级科学机构用学术程序、统计模型、公开文件正式压下的一注。他们甚至在那个小镇周围布满了各种仪器，钻井、地电、应变仪、倾斜仪，准备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把人类第一份完整的震前记录抓下来。结果呢？1988年没有，1990年没有，1993年那个 95% 的期限到了，还是没有，1995年没有，2000年也没有。全世界最贵的一组仪器就这样对着一块安静到不行的土地，孤零零地录了将近20年的空白。那场地震到底什么时候来的？2004年9月28日，规模 6.0，
迟到11年。11年，一条被公认是全世界最规律、最乖、被仪器包到密不透风的断层，人类压它还是压错了11年。如果连这条乖宝宝断层都能放你11年鸽子，那月历上那2个空心圈是什么？而且你注意一下那个日期，9月，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一个9月，它没有被任何人点名，它只是自己慢慢走过来的。这一注之后，全世界的地震学界基本上放弃了短期预测这条路。1997年，东京大学的盖勒教授和几位同行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立场非常强硬的文章，标题直接就叫地震无法预测。他们的意思不是现在做不到，而是这件事在原理上就很可能做不到。从那之后，正经科学家讲话变成这样：我们不预测地震，我们评估几率。而月历神枪手的市场也就在同一个时间点，从研究所彻底搬到了电视台和直播间。时间来到1990年12月3日，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一个12月。美国中部有一条叫新马德里的断层带，1811到1812年间，这里连续发生过几次极大的地震。照当年留下的记录，密西西比河一度出现逆流，远在东岸的教堂中被摇响，这是美国内陆最深的一道历史阴影。1990年，一位名叫布朗宁的人告诉大家，那条断层要动了。他的正式学术训练是动物学，职业身份是气候顾问，而他的方法是计算日月对地球的潮汐引力，找出引力最大的那一天。他算出来的答案是1990年12月3日，前后误差2天。这一注的传播力有多强？密苏里州新马德里那个小镇人口才几千人，那几天涌进了大批记者和转播车，附近的学区宣布停课，地震保险卖到缺货，有商店印了 T 恤出来卖，有人把家当搬上车开去别的州住旅馆。美国官方的地震预测评估委员会在1990年10月正式开会审查这套说法，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不予采信。可是那份声明的传播力跟一个确定的日期比起来等于0。12月3日那一天，新马德里什么事都没有，连一次有感地震都没有。隔年，布朗宁过世了。而这一节真正的重点在后面。今天你去问一个美国人，1990年12月3日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没有人记得。那场全国性的恐慌、停课、搬家、卖 T 恤，全部从集体记忆里蒸发了。这就是这座赌场的计分方式，压中了，全网洗版，剪成无数支影片，标题写他早就说过，压空了，没有任何人记账。兑奖大队只在开奖之后上班，而且他们只对中奖的那1张票，所以你眼睛看到的世界永远是一个预言家准到吓人的世界，因为没中的那几百张票你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件事有一个很不浪漫的名字，叫做选择性记录。闷葫芦庄家一个字都不用讲，人类就会自动帮他营造出一种很神秘的气氛。时间来到1999年7月，那一年全世界最红的一句话，来自400多年前一位法国人写下的4行诗，流传最广的版本是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这句话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被拍成纪录片，被写成书，卖了几十年。1999年7月过去了，天上什么都没有掉下来，全世界松了一口气。这一注又是空号，很快就没有人再提，直到现实反转，2个月又21天之后，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车龙埔断层动了，规模 7.3， 震央在南投集集，深度只有8公里。台湾中部在那个时间点，绝大多数人睡得正熟，断层从地底一路撕到地表，在石冈一带，地面被硬生生抬高了将近10公尺，整条断层线上的桥断了，学校垮了，山崩下来把一整个村子盖住，2400多人在那一夜之后没有再回家，1万多人受伤，全岛和半岛的房屋加起来超过10万栋。现在请你回想一件事，在1999年9月20日之前，有任何一个人，命理师也好，科学家也好，网络上的任何人也好，点名过9月21日吗？没有，一个都没有。全世界的月历神枪手在那一年把全部火力对准了7月，因为有一句400年前的诗这样写，而庄家在9月，在一个没有人压住的月份，在一个没有人压住的凌晨，把牌摊了。这是这座赌场最冷的一刻。闷葫芦庄家不只是不报时间，他还有一个很恶劣的习惯，他特别喜欢在最没有人盯着的那一格开牌。全世界的探照灯都打在7月，他从9月的黑暗里走出来，把牌放下，
一句话都没有说。而921之后，台湾做了什么？我们没有去找更准的预言家，我们改了建筑技术规则，把耐震设计标准往上拉，开始做活动断层的调查与公告，开始推老屋建简与结构补强。我们把赌桌翻过来，改成加固自己的椅子。这件事一点都不神秘，也没有任何一支影片会用它当标题。可是它在后来的每一次地震里都在替我们挡刀。那12月呢？既然今年有人把12月圈起来了，我们就来翻翻台湾的12月。2003年12月10日，台东成功外海，规模 6.4， 东部摇得很凶，台北的高楼也在晃。2006年12月26日晚上8点多，屏东恒春外海连续2次强震，最大规模 7.0。 这一场地震在陆地上的灾情不算最严重，可是他做了一件当时没有人想过的事，他把海底电缆扯断了。那几条电缆是台湾对外的网络主干，断掉之后，国外网站连不上，跨国电话打不通，银行的跨境交易受影响，修复的船在海上作业了好几个星期。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地震不只会压垮房子，它还会把一个社会的神经线一刀剪断。所以12月有没有大地震的记录？有。9月有没有？有。而且不止921。2022年9月17日，台东关山规模 6.4， 隔一天9月18日，池上规模 6.8， 玉里的高寮大桥被扯断，那2天全台湾都在摇。那我们现在把话讲白，要在月历上圈出9月和12月，需要神通吗？不需要。你只要把中央气象署的地震年表打开，随便挑2个曾经出过事的月份圈起来，就完成了。12个月里面，台湾哪一个月没有出过规模6以上的地震？答案是几乎找不到这种月份。1月有，2月有，3月有，4月有，6月有，9月有，10月有，12月也有。所以圈月份这件事本质上跟圈星期几是一样的。你圈星期3会下雨，总有一个星期3会下雨，然后你就是气象之神了。这就是散弹打法最漂亮的地方，它甚至不需要你说谎，它只需要你把一件本来就很可能发生的事，用一种像是预知的语气讲出来。那我们把时间再拉近一点，看看台湾最近这几次事先到底有没有人点名过。2016年2月6日凌晨3点57分，高雄美浓，规模 6.6， 震央在山区，可是震波一路往北传到台南，台南永康的维冠金龙大楼整栋倒下来。那一场地震，全台湾总共有117人罹难，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那一栋楼里面。那天是农历年前的小年夜，事前没有任何人点名过2月。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在2年之后，2018年2月6日晚上11点50分，花莲外海，规模 6.0 出头，云门翠堤大楼的1楼被压扁，整栋往前倾倒，17人罹难。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日期？2月6日，同一个日期，中间刚好隔了2年，台湾连续出了2场死人的地震。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有一位月历神枪手在2017年年底站出来说，明年2月6日要防大震，他今天就是台湾的神，他讲什么都有人信。可是没有人讲过，一个都没有。整整1年的节目、专栏、直播，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个月份，就是没有一张票写着那6个字。而更关键的是，这个日期巧合本身有没有意义？没有。地壳不看农民历，也不看国历，一年有365天，台湾一年有2-3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连续几十年累积下来，撞到同一个日期只是迟早的事。可是我们的脑袋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的脑袋一看到2月6日撞上2月6日，就会自动亮灯，自动去找原因，自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再往后看，2024年4月3日早上7点58分，花莲外海，规模 7.2， 这是921之后台湾最大的一次。太鲁阁的山壁整片剥下来，苏花公路断了好几段，花莲市有大楼歪倒。事前有人点名4月吗？没有。事后有人说自己早就讲过吗？有，而且很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讲了半天的那台计分机。讲到这里，一定有人想问，那老一辈讲的那些征兆呢？地震云，狗一直叫，耳朵嗡嗡响，井水变浊，这些难道全是假的吗？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先讲地震云，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各种形状怪异的云都被拿来当成地震前兆。中央气象署和日本气象厅都公开表示过，地震云没有科学根据。理由也很直白，云是在离地面几公里的对流层里形成的，受的是水汽、温度和气流影响，而地震是几十公里深的岩石在破裂。
这两件事之间目前找不到任何已知的物理连结，而且天空每天都有奇形怪状的云，你只有在地震之后才会忽然想起前天看过一朵，那前天没地震的那300多朵呢？没有人记得。再讲动物，这一项比较有意思，因为它真的有一大堆记录。我们前面讲的海城蛇出洞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笔。2018年，德国地学研究中心一个由沃伊特领衔的团队做过一次大规模回顾，把700多笔动物异常行为的通报整理起来，逐笔检查。结论是，这些记录绝大多数都是地震发生之后才被回想起来的，缺乏事前的连续观测，没办法拿来建立一套会提前发警报的系统。请注意这个结论的措辞，他没有说动物一定没感觉，他说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品质的资料做出预警。这两句话差很多。至于耳鸣、头晕、心悸这一类的体感，网络上有一整群人长期在做这件事，他们会在地震之前发文说自己不舒服。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一个人一年会不舒服几次，没睡好会头晕，昨天喝多了也会头晕，而台湾一年的有感地震在1000次上下，你随便发总会撞上，撞上的那一则会被截图转10000次，而那几百则没有撞上的贴文谁也不会回头去翻。你看，又是同一台计分机。所以民间征兆这一路跟月历神枪手那一路其实是同一种东西的2个版本，一个把注压在月历上，一个把注压在身体上，共同点是都在开奖之后才对票。而闷葫芦庄家的态度始终如一，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他只是继续不说话。时间来到2009年，意大利中部的拉奎拉，这一节是整座赌场里最沉重的一段，因为它牵涉到人命，也牵涉到一个人到底该不该说话。从2008年年底开始，拉奎拉一带就一直有小震，当地有一位名叫朱利亚尼的实验室技术员，他自己架了全气侦测仪，他相信地底下全气浓度上升，代表大地震要来了。2009年3月，他透过网络和自己的方式对外发出警告，说大地震即将发生。当地检方的处置是要求他停止散布这类讯息，理由是制造恐慌。同一个时间，意大利的重大风险委员会在3月31日开了会，会后由一位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情况并不危险，这些小震反而是能量在慢慢释放。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居民牢牢记住，因为他们说，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他们那天晚上没有跑到屋外过夜。当地本来有一个老习惯，地一摇就全家抱着棉被到广场上睡。那几天，很多人把棉被收回去了。6天之后，2009年4月6日凌晨3点32分，规模6.3的地震发生，309人罹难。接下来的是，在全世界的科学界引起了地震以外的另一场地震。2012年，意大利法院一审判决，6位科学家和1位官员因为过失致死，各判6年徒刑。全球数千名科学家联署抗议，认为这等于在惩罚科学家对不确定性诚实。2014年，二审推翻了对6位科学家的有罪判决，改判无罪，只有那位官员被减刑。那朱利亚尼的哭泣呢？后续的科学检验并不支持这套方法可以拿来做预报依据，而且他在那段时间里也曾经指向过别的地点和别的时间。这一节的重点是这样，你以为赌场只有一种输法，其实有2种，压了没中，你要赔；不压，出事了，你也要赔。从拉奎拉之后，全世界的官方单位讲话都变得更小心，小心到有时候听起来很没用。可是你现在懂了，他们不是怕丢脸，他们是真的看过有人为了那一句话被送上法庭。而月历神枪手不需要面对这些，他们没有机构，没有法律责任，没有被几千名同行联署抗议的风险，他们只需要在镜头前面把1个月份讲出来，剩下的交给对讲大队。时间来到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可是要讲这一天，我们得先回到1978年。1978年，日本通过了一部叫做《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置法》的法律。这部法律背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假设，日本可以预测地震，至少可以预测那一场地震。被锁定的目标叫东海地震，位置在静冈外海。日本在那一带布下了全世界最密集的观测网、应变仪、水位计、地壳变动观测点，甚至设计了一整套流程。一旦判定异常，首相可以发布警戒宣言，新干线减速，学校停课，工厂停工。这是人类史上最认真、最有钱也最有组织的一次压注。压的不是月份，压的是地点，而且一压就是33年。
然而现实却证明，庄家连你压哪一桌都懒得配合。2011年3月11日，排从东北出来，攻城外海，规模 9.0， 日本观测史上最大，海啸灌进3路沿岸，福岛第一核电厂失去电源，而静冈外海那片被仪器包到密不透风的海域，什么事都没有。那一整套警戒宣言流程，33年来一次都没有用上。33年的观测，全世界最强的预算和技术，压错了地点。这一注不是差几天，是差了整个本周。之后日本做了什么？他们没有加码。2017年，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做出了一个很不日本的结论，以目前的科学水准，要做出高确度的地震预测是困难的。于是那套沿用了将近40年的地震预知体制被改掉了，改成一套叫做临时情报的机制。2019年正式上路。那套机制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告诉你哪一天会震，我们只会在侦测到异常的时候告诉你，接下来这一周请提高警觉。同时，日本的地震调查委员会对外公布的南海海槽地震几率是未来30年内 70%到80%， 请你注意这个讲法，30年 70%到80%， 这叫几率预报。他一开口就先承认自己不知道是哪一天。而月历神枪手的讲法是9月和12月2个月讲死。哪一种比较好听？当然是后面那种。哪一种比较诚实？你自己看。现在来玩一下这座赌场的入场游戏。假设你面前摆着3张门票， A 是30年内 70%， 没有日期， B 是2026年9月和12月，没有规模也没有地点， C 是2026年12月3日下午3点，台北市，规模 7.2。 3张里面哪一张最好卖？哪一张最可能是真的？想清楚了吗？这2题的答案刚好是相反的。时间来到2012年12月21日，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第2个12月。那一年全世界都在讲玛雅历法，说法是玛雅人的长纪历会在那一天走完一个大循环，所以那就是世界末日。书、电影、纪录片、末日避难所生意全部跟着发财。事情大到什么程度？美国太空总署专门做了一个辟谣专业，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回答大家的疑问，还在末日之前先录好了一支影片，开头第一句就说，如果你正在看这支影片，代表世界并没有毁灭。2012年12月21日那天，地球转得好好的。再往前一年，2011年，美国一位电台负责人康平透过他经营的广播网告诉听众，5月21日是审判日，有信徒卖掉房子，辞掉工作，开着印满标语的车全国跑。5月21日什么都没发生，他忽然宣布，那天其实是一场看不见的审判，真正的日子改到10月21日，一样什么都没发生。房子卖掉的人，没有人退钱给他们。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日期越具体，传播力越强，同时命中率越低。这不是巧合，这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一个具体的日期能让人行动，能让人退票，能让人囤水，能让人转发。而一个诚实的几率，比如30年内 70%， 没有人会转发，因为它不能让你今天晚上做任何事。所以这座赌场的商业逻辑就非常清楚了。真正赚钱的从来不是押中的人，是卖筹码的人，是那些把别人的话剪成15分钟，配上惊悚配乐，标题里塞满月份的频道，是那些印 T 恤的商店，是那些末日避难所的业者。闷葫芦庄家在底下什么都不做，一根手指头都不用动，赌场的灯却越开越亮，队伍越排越长。而我们呢？我们是站在柜台前面，一边喊着好可怕，一边把影片乖乖看完的那群人。我们既是赌客，也是门票收入。顺带一提，这套玩法不只用在地震上。1966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专栏里讲过一句很毒的话，他说，股市准确预测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你看，金融洗牌那一注玩的是同一种散弹。我们得停下来，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想要一个日期？心理学上有2个实验，刚好把这件事解释得很干净。1948年，心理学家佛瑞做过一个现在被写进所有教科书的实验，他发给学生一份看起来非常个人化的性格分析报告，请他们替准确度打分数，满分5分，平均分数超过4分。学生们都觉得这写的就是我，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份报告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内容全部是佛瑞从星座书上抄下来拼起来的，这叫巴纳姆效应。只要句子够模糊，每一句都会像在讲你。而预言的语言就是这种语言。防大震3个字
没有规模，没有地点，没有日期，可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自动把它填进自己的生活里。住花莲的人想到花莲，住台北的人想到自己那栋老公寓，家里有长辈的人想到长辈。同一句话，2300万种版本。第二个实验更有意思。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由德贝克领衔的团队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让受试者在电脑上翻石头找蛇，翻到蛇就真的被电一下手。有些回合，受试者确定翻了一定会被电，有些回合，受试者只知道有可能被电，结果十分扯淡。压力反应最高的不是那些确定会被电的人，是那些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电的人。读懂了吗？我们的身体怕的不是坏消息，是不知道。人宁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完蛋，也不要不知道。所以月历神枪手卖的到底是什么？不是预测，是确定感。他把一整年没有形状的焦虑压缩成2个可以圈起来的方格，你圈完那2格，会觉得自己终于做了点什么，而剩下那10个月，你就可以不用担心了。这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因为在台湾，那台机器不分月份，全年无休。时间来到2025年7月，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能看清楚整套机制的一次。一本日本漫画的完全版在网络上被翻了出来，内容被广泛解读成2025年7月5日，日本会发生巨大灾难。这件事的扩散不只是在同温层里打转，它真的改变了现实。2025年上半年，赴日旅游出现明显的退订潮，有航空公司调整了香港往返日本的航班，公开报道都指向同一个原因，一个日期让真的飞机停飞了。这是月历神枪手史上最强的一次示范。那个日期是不是作者本人讲死的？不同报道的说法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讲出来。公开资料能确认的是，那个日期在网络上被当成一个确定的预告在流通，而航班和订房的变化是真实发生的。2025年7月5日，日本没事，完全没事。这一注又要被归进空号档案，永远没有人再提起了。然而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25天之后，2025年7月30日，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规模 8.8 的地震，这是那个区域自195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啸警报一路发到日本、夏威夷、美国西岸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大批居民被要求撤离。好，现在请你当一次对讲大队的队长，这一注算中还是算没中？日期差了25天，地点差了3000公里，规模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预言讲的是日本毁灭，实际发生的是勘察加大震加上跨太平洋的海啸警报。日本沿岸确实有海啸，但没有毁灭。你会怎么算？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网络上是怎么算的。接下来的算法十分扯淡，大量的影片和贴文得出的结论是准了，只是差一点点。差25天叫做能量延后，差3000公里叫做震源转移，规模对不上叫做被化解了一部分。你发现没有？这套算法里面根本没有输这个选项。这就是对讲大队的核心技术，他们手上有一台永远不会判你出局的计分机，时间可以延后，地点可以转移，规模可以打折，只要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了任何事，那张票就可以宣布中奖。而闷葫芦庄家从头到尾没有承认过任何一张票，他也不需要承认，因为在这座赌场里，兑奖的权利从来不在庄家手上，在观众手上。好，绕了50年，我们回到2026年8月，回到那2个被圈起来的月份。9月和12月会不会有地震？会。这句话我现在就可以讲死，而且我不需要任何神通。全球每个月都有10几场规模6以上的地震，这是统计，不是预言。所以无论9月还是12月，一定会有某个地方的地面在动，一定会有新闻跑出来，一定会有人截图来兑奖。那台湾呢？台湾一年规模6以上，平均2到3次，落在9月或12月的几率一点都不低。如果真的落在那里，那支影片的观看数会从72949变成70万，而所有相关的剪辑频道会在同一个晚上全部发片。那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呢？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人会做一支影片叫做9月、12月都过完了，什么事也没有，因为那没有人要看。到了2027年1月，这件事就会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干净的像1990年12月3日的新马德里。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这种点名到月份的预警，过去到底对过几次？一次，在公开的科学记录里，被国际上普遍承认的短期临阵成功预报，
就是1975年2月4日的海城那一次。而那一次能成功，靠的是一组罕见到近乎奇迹的前阵序列，不是靠任何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方法。连那一次的成功里面，有多少是科学，有多少是运气？地震学界吵到今天都还没吵完，50年一次，而且那一次还是系统送的。至于命理与运势，这一路的预警，公开资料能确认的程度更低。我们能查到的，通常是一支影片的标题，一段被剪过的节目片段，一句在直播里讲出来的话，而原始出处、完整脉络、确切用词，往往找不到。这不是说那些人没讲过，而是说你要验证它准不准，第一步得先找到它到底讲了什么，而这一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已经卡住了。一个无法被验证的预言是不会错的，这既是它最大的优点，也是它作为预警的最大缺陷。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吗？当然不是。这座赌场里真的有一样东西是有效的，只是它一点都不神秘，所以几乎没有人谈。地震发生的时候，会有2种波跑出来，跑在前面的叫 P 波，速度快但破坏力小，跟在后面的叫 S 波，速度慢，可是那才是把房子摇垮的那一种。于是人类想到一个很贼的办法，既然我们无法预测地震什么时候发生，那我们就在它已经发生之后，用电磁波去追它。电磁波比 S 波快太多了，这就是强震即时警报的原理。测站在震央附近抓到 P 波，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判定规模和位置，然后透过细胞广播把警报打进你的手机。离震央越远的地方，你能拿到的秒数越多，可能是3秒，可能是10几秒，可能是30秒。3秒能干嘛？3秒可以让你从瓦斯炉前面走开，10秒可以让外科医师把刀移开，可以让高铁开始减速，可以让电梯在最近的楼层停下来开门，可以让一整个小学班级躲到桌子底下。日本从2007年开始全面运作紧急地震速报，台湾从2016年开始把国家级警报直接发到民众手机上。这不是预测，这是抢时间，这是人类在这座赌场里唯一真正赢过庄家的东西。而且赢的方式不是猜对开奖时间，是在牌翻开的那一瞬间先低头。还有另外一样，如果你家那栋楼是2000年之后盖的，你其实已经在领921那笔学费的红利了，只是你不知道。所以真正的对照组长这样，一边是圈月份，成本0，传播力满分，验证力0，另一边是改法规，补强房子，架测站，发警报，成本高的吓人，一点都不刺激。可是每一次地震它都在替你挡。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一边，其实就决定了下一次地震的时候，我们是在滑手机还是在桌子底下。好了，50年的仗对完了，海城那一手赢了，靠的是庄家打哈欠；唐山那一手输掉24万条人命，秘鲁赔掉1整年的观光，帕克菲尔德迟到11年，而且刚好落在9月。新马德里那个12月全国停课，结果连地都没有动一下。日本压了33年的静冈，牌从东北出。而1999年那个没有人压住的9月凌晨，台湾中部2400多人再也没有回家。我们是很聪明的物种，我们把仪器插进地底1000公尺，我们用卫星量地壳每年移动几公分，我们能在地震发生后3秒钟把警报送进你的口袋。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下一次是哪一天，所以每一年我们还是会回到这座赌场，还是会有月历神枪手在柜台前面圈月份，还是会有兑奖大队在开奖之后冲出来接线，还是会有几千万次的观看，证明我们有多想要一个确定的日期。而地底下那位闷葫芦庄家50年来一个字都没有说过，他也不需要说，因为每一次牌翻开的那1秒钟，我们都会自己抢着替他解释，说你看，早就有人讲过了。所以9月会不会来，12月会不会来，我其实一点都不担心。我比较好奇的是，等到某一个没有人圈过的月份，某一个没有人盯着的凌晨，那张牌又啪一声被摊在桌上，第二天早上排在我们首页最前面的那一支影片，标题会怎么写？大概还是那6个字吧，早就有人讲过。反正下一轮的筹码，我们还是会乖乖买单。那2个圈画起来又不用钱，画完今天晚上还睡得比较好一点。灯全灭的那一晚会是哪一晚？先别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过去这1年多，它已经在地球上好几个角落被不同的城市用最狼狈的方式回答过了。马德里的地铁隧道里，乘客举住手机，微弱的灯光沿着铁轨摸黑往外走。圣地牙哥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整排熄灭，警察站在喇叭声的洪流里，用手势指挥，
一直站到半夜。哈瓦那的老公寓，电梯停了，冰箱停了，电扇停了，整栋楼的人搬着板凳坐到街上，因为屋里又热又闷又黑，而且没有任何人说得出来电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这些画面全部出自新闻档案，每一段都查得到日期、地点、人数，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而现在，在预言圈的行事历上，有一个日期正被反复圈起来。2026年9月23日，秋分，太阳直射赤道，白天与黑夜等长的那一天，有人给这个日期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黑色秋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电影海报，但它背后绑着的是一组非常具体的坐标，一个日期9月23日，一个天文节点秋分，一组在预言里反复出现的意象：断电、断网、黑暗，还有一连串已经写进新闻资料库的潜力。台湾的观众对停电2个字向来有自己的肌肉记忆，跳电的夏天，台风夜里的蜡烛，这些我们都熟。但今天要讲的规模不是一个变电箱爆炸，几条街暗掉的那种，而是一整个国家甚至一整片大陆同时失去电力的那种。等级不一样，准备的逻辑也不一样。照这个频道的老规矩，讲预言之前先把账对清楚。一个预言值不值得认真听，从来不是看他讲的多惊悚，而是看他跟已经发生可以查证的事实能对上几成。所以今天的顺序是这样的，先对3场真实发生的大停电，一场在西班牙，一场在智利，一场在古巴，再看太阳此刻正处在什么样的周期。1859年那场传奇的太阳风暴如果重演会怎样，然后才轮到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历年预测里反复出现的断电异象，以及一位跟他互不相识的美国牧师布兰登·毕格斯传讲里的黑暗画面。最后我们把秋分窗口的3种剧本摊开来推演，包括什么都没发生的那一种，一样都不会少。事实归事实，预言归预言，2条线分开讲，讲到最后再让他们自己交汇。第一场先讲规模最大的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西班牙时间中午12点33分，伊比利半岛的电网在大约5秒之内损失了相当于全国60%的用电负载。你没有听错，5秒60%。西班牙全境、葡萄牙全境，外加法国西南部一小块，同时陷入黑暗，受影响的人数以千万计。马德里和里斯本的机场紧急切换备用电源，航班大乱，地铁列车停在隧道正中间，车厢里一片漆黑。高速铁路停在前不驻村后不驻店的荒野上，铁路公司事后统计，光是从受困列车里撤出来的乘客就超过35000人。行动网络的讯号一格一格消失，加油站的油枪打不出油，超市的收银机结不了账，提款机吐不出钞票，医院靠柴油发电机硬撑，电力优先留给手术室和加护病房。整个半岛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星期一中午，毫无预警地退回了没有电的年代。街上唯一还在稳定传递资讯的是汽车收音机。很多西班牙人那天下午做了同一件事，把车门打开，音量转到最大，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围住一辆车，安静地听收音机播新闻。那天下午的伊比利半岛还出现很多后来被反复引用的画面。杂货店里，电池是收音机，手电筒和蜡烛被抢购一空，商店在门口贴出纸条，只收现金。餐厅赶在食材坏掉之前清空冰柜，能卖的卖，卖不掉的分掉。城市没有崩溃，秩序大致守住了，这是值得记录的一面。但另一面同样真实。那一天，有几千万人突然发现自己叫不到车，领不到钱，打不通电话，查不到家人在哪里。原来文明的外壳薄得像一层漆，指甲一刮就见底，而把电找回来远比失去它困难得多。电网工程有一个术语叫黑启动，当整张网彻底归零，你不能按一个钮让它复活，必须靠少数具备自启动能力的电厂先点亮一小块，稳住频率，再一小块一小块往外扩，像在黑暗里重新搭一座纸牌屋。任何一步不稳，前面的努力全部归零，从头再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程师就这样从下午修到深夜，大部分地区在约10小时后陆续复电，
西班牙官方一直到隔天清晨才敢正式宣布电网恢复正常运转，约10小时，听起来好像不长，但对一座现代城市来说，已经足够让冷冻食品开始融化，让加护病房外的家属心跳加速，让几千万人重新想起一件被遗忘太久的事。我们的整个生活其实悬在一条看不见的电线上。停电当下，各种说法满天飞，网络攻击、太阳风暴、再生能源崩溃，每一种讲法都有人信，也都有媒体敢下标。几个月之后，官方调查报告出炉，结论比所有阴谋论都无聊，也比所有阴谋论都可怕。报告指出，那天中午电网出现异常的电压波动，一部分发电机组为了自保而跳脱让电压更不稳定，更多机组跟着跳，保护机制一层一层失守，最后整张网一起垮掉。不是骇客，不是太阳，是系统自己绊倒了自己。这是调查报告里的文字，不是预言家的想象。请把这个结论记住，因为它比任何预言都更瘆人。现代电网不需要外敌，光是它自身的复杂程度就足以在5秒之内让数千万人同时断电。第二场，把地图转到南半球。2025年2月25日下午3点16分，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里，一段50万伏特的超高压输电干线保护系统出了问题，线路跳脱。接下来的剧本跟2个月后的西班牙几乎一模一样，连锁反应由北往南扫过整个国家，全国16个大区里有14个瞬间断电，将近2000万人受影响，等于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圣地牙哥的地铁紧急疏散，办公大楼里的人沿着漆黑的逃生梯一层一层往下走。智利是全世界最大的铜生产国，当天包括世界最大铜矿在内的矿场接连停摆，全球金属市场盯着这场停电的每一分钟。入夜之后，电力还没有完全回来，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圈实施宵禁，军人上街维持秩序，一直到隔天清晨，供电才大致恢复。事后，监管机关把矛头指向负责那段线路的业者，纠责的工房又延烧了好几个月。请注意，这场事故的起点不是电厂爆炸，不是天灾，只是一段输电线的保护装置动作异常。一条线放倒一个国家，这也是新闻档案，随时可以查。第三场是慢动作的崩溃，古巴。2024年10月18日，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安东尼奥吉泰拉斯电厂故障跳机，骨牌一路推倒，整座岛的电网跟着崩溃，1000万人同时失去电力。更难堪的是，抢修的过程，电网修到一半又垮，垮了再修，修了又垮，反复好几次。偏偏这个节骨眼上，飓风又登陆东部，全国供电拖了大约4天才勉强稳住。不到3个星期，另一个飓风扫过，电网再一次全国归零。12月4日，同一座电厂又出状况，古巴人再一次在黑暗里过夜。算一算，2个多月之内，全国性的电网崩溃至少3次。停电最严重的那几天，政府宣布停课，非必要的工作停摆，把仅存的电力优先留给医院和供水系统。食物在冰箱里坏掉，抽水马达停转，高楼层的住户提着水桶下楼找水。入夜之后，整座哈瓦那只剩下汽车大灯和零星的发电机在亮。古巴的问题是设备老旧，燃料短缺，跟西班牙和智利的原因都不一样。但对站在黑暗里的人来说，原因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灯说灭就灭。你以为这些都是体制特殊的国家？那再补一笔，2025年3月20日深夜，伦敦希斯洛机场附近的一座变电站起火。隔天，全欧洲最繁忙的机场几乎整天关闭，超过1300个航班受影响，20多万名旅客滞留改道，全球航空网络跟着打结。一座变电站瘫痪一座世界级枢纽，从马德里到圣地牙哥，从哈瓦那到伦敦，把2024年到2025年这些灯灭的瞬间排成一列，你会看见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支撑现代生活的那张电网，远比我们以为的更紧绷，也更脆弱。到这里，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这是查证的本分。上面这几场停电，官方调查全部指向人间的原因：设备、程序、老化、管理、
火灾，没有任何一场是太阳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但接下来这一段才是整个故事真正让人睡不好的部分，因为就在这些停电密集发生的同一段时间，太阳正好走到它周期的最高峰。太阳的活动大约每11年起伏一次，黑子增多，闪焰变密，喷发变强。天文学界按顺序编号，现在进行的是第25周期。2024年10月，美国太空总署和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联合宣布，太阳已经进入本周期的极大期，高峰状态预计至少延续到2025年，而下降段的余威会一路扫进2026年。这是官方新闻稿，白纸黑字，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而且太空物理学界还有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统计，许多最猛烈的太阳风暴并不是发生在峰值正中央，而是出现在峰值之后的下降段。2003年那一轮著名的连环风暴就是这样来的。换句话说，2026年不是警报解除的年份，是警报还挂在墙上的年份。极大期是什么概念？举几个刚发生过的例子。2024年5月10日，一场被评到最高等级G5的地磁风暴袭击地球，强度20年仅见。那个周末，极光被推到平常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低纬度，连日本北海道的夜空都被染成一片红色，全世界的摄影师彻夜追光。浪漫的另一面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发现，靠卫星定位自动驾驶的夜影机开始画歪线，因为 GPS 讯号被风暴干扰，部分越级航班改道，各国电网业者绷紧神经度过整个周末。同年10月，太阳又喷出一记 X9.0 等级的闪焰，是整个周期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发。再往前一点，2022年2月，一场强度并不算顶级的地磁风暴，让刚发射升空的约40颗星链卫星，因为大气阻力暴增而集体提前坠毁，一整批直接报销。太阳不是可能会醒，太阳已经醒了，而且正站在它力气最大的那几年。这里花30秒把2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东西分开讲。太阳闪焰是光和 X 射线，用光速走8分钟就到地球，主要干扰无线电通讯和导航讯号。它来了你才知道，无从闪躲。日冕物质抛射是实体的带电粒子云，质量动辄以1吨计，速度慢得多，从太阳飞到地球要1到3天，而这1到3天就是人类拥有的全部预警时间。真正能把电网打趴在地的主要是后者，请记住这个时间差，后面推演剧本的时候会用到它。顺带一提，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平衡点上，人类常驻几颗监测卫星，他们是文明的哨兵。日冕物质抛射一出发，哨兵最先看见警报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顺便把一个实用工具交到你手上。太空天气跟台风一样，有官方分级。地磁风暴从 G1 到 G5，G1 轻微，顶多让极光漂亮一点。到了 G3， 电网业者就要进入戒备。G5 就是2024年5月那种20年一遇的等级，电网、卫星、导航全面警戒。美国和多国的太空天气中心全年无休发布预报，任何人都查得到，就像查台风动态一样。也就是说，到了2026年9月，你完全不需要等任何预言家告诉你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官方的太空天气预报会比所有预言都快都准。把这个工具记下来，比记任何日期都有用。那么太阳发威最坏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历史给过一个标准答案，叫卡灵顿事件。1859年9月1日上午，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卡灵顿在自家天文台描绘太阳黑子，亲眼看见日面上爆出2道刺眼的白光，持续了几分钟。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刚刚目击了人类观测史上最强的太阳闪焰。大约17个小时之后，一团巨大的日冕物质抛射正面撞上地球。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电子基础设施是电报，结果是欧洲和北美的电报网大面积瘫痪，电报机喷出火花，有记录说连纸带都烧了起来，有操作员被电击，还有些线路在拔掉电池之后，靠着大气里感应出来的电流继续收发讯息。极光一路往赤道方向压，古巴哈瓦那的居民在夜空里看见血红色的光幕，有人冲上街，以为城市失火了，顺带把那个日期记下来。
9月1日到2日，人类史上最强的太阳风暴本身就发生在夏末秋初，贴近秋分的时节。这个细节等一下会回来。1859年，全世界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几台电报机和几场虚惊，但如果同样等级的风暴打在今天这个用电力、晶片和卫星串起来的文明身上呢？工程学界推演过很多次，结论大同小异：卫星受损或失控， GPS 定位与授时失准。而授时失准这4个字，外行人听不出严重性，内行人直冒冷汗，因为金融交易、行动通讯、电网调度全部依赖精确到微秒等级的时间讯号，高纬度航线关闭，短波通讯中断，而最要命的是长距离输电网里的大型变压器。地磁风暴会在大地和长导线里感应出额外的电流，让这些变压器过热、绝缘裂化，甚至烧毁。超高压变压器不是仓库里有现货的东西，一台往往要定制1年以上，全球产能非常有限。也就是说，最坏情境不是停电10小时，而是部分地区停电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有国际保险机构和研究团队估算过，光是美国单一场卡林顿级风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可能高达数兆美元。这些数字出自工程报告和保险精算文件，不是预言书。卡林顿之后，历史还留了一场常被拿来对照的风暴。1921年5月，一场强度直逼卡林顿等级的地磁风暴再度来袭。那时的电气化程度已经比1859年高了一大截，结果是纽约的铁路耗质与电报系统故障起火，车站一度陷入混乱。远在北欧，瑞典的电话交换设施也传出火警，工程师后来给它取了个外号，叫铁路风暴。把3个年份排在一起看，规律很清楚。1859年，太阳烧的是电报；1921年，烧的是铁路和电话；1989年，烧的是电网。每一次技术升级，人类摊在太阳面前的受灾面积就更大一圈。下一次摊在那里的是整个数位文明。而且不要以为这只是纸上推演。1989年3月13日，一场地磁风暴让加拿大魁北克的电网在90秒之内全面崩溃，600万人在严寒里停电9小时，变电设备实实在在烧坏了。2003年万圣节前后，太阳连环喷发，瑞典南部城市一度停电，南非好几台大型变压器直接报废除役。顺便补一场人为的对照组。2003年8月14日，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因为俄亥俄州的高压线碰到没修剪的树枝，加上控制室的警报，软体失灵，连锁跳电一路蔓延，5000万人停电，部分地区2天后才完全复电。纽约人摸黑爬下高楼，睡在门廊和公园里，太阳也好，树枝也好，软体也好，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这张网倒过不止一次，也随时可以再倒一次。还有一个更少人知道的事实，2012年7月23日，太阳喷出一团卡林顿等级的日冕物质抛射，速度和强度都足以重演1859年的灾难。它扑空了，那一团正面穿过地球公转的轨道，而地球在大约1个星期之前才刚刚通过同一个位置。换句话说，我们跟一场文明等级的灾难擦身而过，差距只有几天的轨道位置。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事后发表研究，讲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大意是：如果那一团正面命中，我们到今天可能都还在收拾残局。这件事几乎没有登上过主流新闻的头条。我们不是安全，我们是运气好。讲完天上，讲海底，因为这一层脆弱，离台湾特别近。全球95%以上的跨国数据流量走的不是卫星，是海床上那些直径跟花园水管差不多的海底电缆，而台湾对外的10几条国际海缆集中在少数几个登陆站上岸。2023年2月，连接马祖的2条海缆在几天之内先后被过往船只切断，马祖居民的网路瞬间退回上一个世代，传一张照片要等半天，行动支付时通时断，视讯会议直接放弃，全岛靠微波备援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连线。这种状态拖了将近2个月才完全修复。2022年1月，东加火山爆发，扯断全国唯一的对外海缆，整个国家从网际网路上消失了5个星期。同一段时间，波罗的海接连发生海缆与电力电缆受损事件。
欧洲多国海军开始为了几条缆线出动舰艇巡逻。电网怕太阳，也怕自己的复杂；网络怕船锚，也怕蓄意破坏。现代文明的命脉比大多数人想象的细得多，也裸露得多。有人会问，海缆断了，不是还有卫星吗？有是有，但卫星通讯的总频宽跟海缆相比，大概就是吸管跟水管的差别。救急可以，接管不可能。马祖那将近2个月的龟速网路就是最诚实的示范。把镜头再拉近一点，拉回你家。停电的第1个小时是浪漫的，点蜡烛，找手电筒，小孩觉得新鲜，邻居在楼梯间互相打招呼。第4个小时，受困电梯的通报塞爆，消防队、基地台的备用电池一座接一座耗尽，手机讯号从满格变成搜寻中。第10个小时，冰箱开始滴水，靠加压马达供水的大楼冲不了马桶，加油站因为油泵无电而关闭，超商的冷藏柜拉下封条。过了第24小时，问题就不再是不方便，而是秩序。西班牙撑了约10小时，古巴撑了4天，这中间的每一格刻度都有真实的城市亲身量测过，不需要任何想象力。而这条时间轴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格是资讯。停电的城市里，谣言跑得比抢修车快，谁能先拿到可靠的讯息，谁就能先把心安下来。台湾人对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陌生。2017年8月15日，因为供气操作的一个失误，大潭电厂6部机组同时跳机，全台分区轮流停电，668万户受影响，无数人在闷热的夏夜里摇着扇子等电来。2021年5月13日，兴达电厂事故，全台无预警分区轮流停电，4天之后5月17日再来一次。2022年3月3日，又一场事故，549万户停电，部分地区到中午都还没有复电。这些日子不用查外电资料库，我们自己都记得。而每一次事故之后的检讨报告都写着似曾相识的句子，单一设备、单一操作、单一环节的失误就足以触发全系统的连锁反应。这些句子跟西班牙那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几乎可以互相翻译。而且台湾的电网是一张孤岛型的网，不像欧洲大陆可以跟邻国互相支援，倒了就只能靠自己爬起来。把这个背景放在心里，我们回头看预言，可查证的部分到这里告一段落。事实层面的结论很简单，大停电不是科幻，它在过去2年密集发生过。太阳正处在官方认证的高峰段，卡林顿级的风暴是科学界白纸黑字承认的低几率、高冲击风险。换句话说，就算你把预言2个字整个丢掉，光凭事实本身，黑色秋分所描述的那种夜晚也已经站在可能性的名单上了。预言做的事只是替他按上了一个日期。现在换预言登场，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预言家，预言圈的老面孔。他的习惯行之有年，每年年底发布下一年度的预测清单，文字放在部落格，影片放上网路，从政局、天灾、经济到名人动向，一条一条排下去。他在圈内打响名号，靠的是被媒体反复引用的2次命中，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和2016年川普当选，这2条都发布在事件发生之前，有时间戳可查。但照这个频道的规矩，另一面也必须摆上桌。他每年的清单很长，动辄几十条，命中的会被反复传送，落空的很少有人回头清算。批评者说，这叫散弹打鸟，射得够多，总会中几发。支持者说，你去看他中的那几发，准得不像运气。2种说法都先记下，然后我们看内容本身。翻开帕克历年的预测，有一组异象出现的频率高得不太寻常，电力与通讯的中断，大规模的网络瘫痪，银行和支付系统因为断线而冻结，城市陷入停电，通讯中断之后社会短暂的失序与恐慌。这组画面在他的清单里隔几年就回来一次，措辞每次不同，核心始终相同，灯会熄，讯号会断，而且会发生在人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2025年4月西班牙大停电之后，英国媒体翻出他先前的预测清单，指出里面确实出现过欧洲大规模停电的说法，相关报道当时热过一轮。你可以说清单那么长，蒙中一条并不奇怪，也可以说
一个意象反复出现超过10年，然后现实开始一件一件追上它，2种读法都成立。这个频道的立场一贯，2种都摆出来，你自己称。这里顺便交代对账的方法，因为它决定你该信几分。扎帕克这一类的年度预言要看3件事。第一，发布时间，必须在事件之前，部落格和影片平台的时间戳是铁证，事后改不了。第二，原文措辞是精确指明，还是模糊到什么都能对得上。帕克的清单里2种都有，精确的少，模糊的多。第三，落空率，一份诚实的成绩单必须把没中的也摊出来，而这恰恰是整个预言行业最不愿意做的事。用这3把尺去量，帕克不是神，也不是纯粹的骗子，他是一个命中率高于随机，但远低于粉丝想象的预测者。把这个定位讲清楚了，我们才有资格谈他对2026年前后的警告。至于黑色秋分这4个字，必须拆开来讲清楚，这也是查证的本分。帕克的原话里反复出现的是黑暗、断电、通讯中断这些意象，以及对2020年代中后段整体动荡的警告。而9月23日这个精确的落点，是预言圈把他的意象叠上秋分的天文统计之后圈选出来的窗口。换句话说，黑色秋分是一个组合出来的名字，意象来自帕克，日期来自天文，把这2层定在一起的推论，你完全可以怀疑，也应该怀疑。但秋分和地磁风暴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玄学。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整支影片科学含量最高的部分。1973年，2位太空物理学家发表统计研究，后来以他们的姓氏命名，叫罗素·麦克费伦效应。内容用一句话讲完，地磁风暴的发生频率在春分和秋分前后明显高于冬至和夏至前后，原因跟地球的姿势有关。太阳风夹带着行星际磁场吹向地球，当它的方向偏南，跟地球磁场形成南北相反的排列时，两边的磁力线最容易互相连接，把太阳风的能量灌进地球磁层，这个过程叫磁重联。而在春分、秋分前后，地球自转轴与公转轨道的几何关系，让这种南向排列出现的几率达到1年当中的高点。讲白话，1年之中，地球磁场的大门最容易被推开的2段时间，就是春分前后和秋分前后。这是几十年卫星与地面观测资料堆出来的统计结论，发表在期刊上，写进教科书里。这是科学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追极光的摄影师圈子里，甚至有一个行话叫极光季，指的就是春分和秋分前后那几个星期出大景的几率最高，然后把前面埋的线收回来。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发生在9月1日到2日，贴着秋分的门口。1989年的魁北克大停电发生在3月13日，贴着春分的门口。人类史上最著名的2场地磁灾难，一场靠秋分，一场靠春分。统计上这完全说得通，听感上它确实会让人背脊发凉。2026年9月23日，秋分落在太阳第25周期高峰的尾段，门最松的季节，撞上太阳力气还很大的年份，这就是黑色秋分这个窗口的全部科学底层。现在把另一个人请上台，布兰登·毕格斯，美国的年轻牧师，走的是祷告意象的路线，跟帕克的灵媒传统完全是2个世界。2个人互不相识，圈子毫无交集，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毕格斯之所以被全世界注意到，是因为一段影片。2024年3月，他在一次访谈里说，川普会遭遇行刺，子弹会擦过他的耳朵，但他会活下来。4个月后，2024年7月13日，宾州巴特勒，枪声响起，子弹擦过川普的右耳。那段影片是事发之前上传的，时间戳摆在那里，事后连向来对预言嗤之以鼻的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把它翻出来报道。这是毕格斯的对账记录。在预言圈，这种等级的命中叫入场券。当然，入场券只代表他有资格被认真讨论，不代表他之后的每一句话都会兑现。这2件事必须分开来看。而在同一段传讲和后续的讯息里，毕格斯描述了行刺之后的画面，美国会走进一场比大萧条更深的经济崩塌，然后是一段他反复用黑暗来形容的时期。
预言圈里有人把这个黑暗直接读成字面上的断电，读成电网崩溃，城市熄灯。但平心而论，这里必须替他把话讲准。就原话的脉络，毕格斯讲的黑暗更接近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沉沦、萧条、匮乏。人心的黑并不是明确指住变电所讲的。这个频道不替任何人加码，可是把毕格斯的黑暗跟帕克的断电并排放在桌上，有一件事很难假装没看到。二个互不相识的人隔着一座大西洋，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在差不多同一段年代坐标上画了同一种颜色。一个给了机制、电网、网络、通讯，一个给了氛围、黑暗、崩塌、失序。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而且必须讲，这个年代本来就弥漫着不安，讲预言的人彼此意象撞车，统计上一点都不奇怪。三种读法全部有效，信与不信之间那条线你自己画，补一个时间坐标，让比对更完整。帕克的断电意象最早可以追到10几年前的清单，属于长期反复型，像一座每年都会响一次的警铃。毕格斯的黑暗意象集中在2024年前后爆红的那几段传讲，属于单点重磅型，像一发突然划过夜空的照明弹。预言圈把警铃和照明弹叠在一起，取交集，落点就在2020年代的中后段，而2026年正好坐在这段坐标的中央。要强调的是，这是预言圈的推法，不是这个频道的背书，这两者的差别希望你听得出来。好，回到那个被圈起来的日期，2026年9月23日，台湾时间当天上午，太阳越过赤道，北半球正式入秋。顺带一提，这个秋天前面还挂着2个记号，上一集讲过，8月12日的日全食和16天后8月28日的月食。石像在预言圈历来被读作倒数的钟声，而秋分就排在钟声之后的第一个关口。如果黑色秋分要兑现，它会长什么样子？我们把剧本分成3种，一种一种推，不跳过任何一种。剧本1，几率最高的一种，局部电网事故，不需要太阳出手。西班牙那种系统自己绊倒自己的戏码，理论上随时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重演。全球的电网都在老化，再生能源的占比快速上升，电网的调度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极端天气还在不断加压。秋分前后正好是北半球许多地区用电形态切换的季节，冷气退场，暖气还没上场，电网卡在调度的换档点上。如果2026年秋天地球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发生一场数百万人等级的大停电，落点又刚好在9月下旬，你完全可以想象接下来的剧情。预言圈连夜盖章，黑色秋分应验，帕克的名字再一次登上英国小报头条。从统计角度讲，这种应验的含金量其实不高，因为地球够大，电网够多，事故够频繁，总会有一场落进窗口里。顺便给一个诚实的对照，2025年那几场大停电，西班牙在4月底，智利在2月底，古巴在前一年的年底，没有任何一场落在秋分窗口里。可见电网出事从来不挑节气，是预言替节气挑了戏份，但舆论不做统计，舆论只看日期，这一点先帮你打好预防针。剧本2，几率低得多，但真正可怕的那一种，大范围太阳风暴，要成局条件必须叠好叠满。太阳在正对地球的那一面喷出一记强烈的日冕物质抛射，它内部的磁场方向刚好朝南，跟地球磁场门对门，抵达的时间又落在分点效应加成的窗口里，全部凑齐就是1989年魁北克事件的放大版。多国电网连锁跳脱，变压器受损，部分地区的黑暗不再以小时计算，而是以星期甚至以月计算。金融、通讯、供水、物流一层一层跟着失能。但话要讲平衡，人类不是毫无防备。日冕物质抛射从太阳飞到地球要1到3天，太阳监测卫星会提前看见它出发，各国太空天气中心会发布警报，电网业者接到警报之后可以降载重新调度，隔离脆弱的变压器，把伤害压到最低。前面说过的那1到3天就是文明的安全带。卡灵顿级的风暴本身也是罕见事件，
有研究估计，未来10年出现的几率大约1成，也有更保守的估算，1成听起来不高，但我们愿意为远低于1成的几率系安全带，买保险。对一场可能让部分地区倒退几个月的事件来说，1成是一个大到不该被忽略的数字。在剧本2里，还要替台湾观众补一个关键的平衡视角：地磁感应电流对电网的威胁，纬度越高越严重。这正是魁北克、瑞典这些高纬度地区一再中招的原因。台湾位在低纬度，电网被太阳风暴直接打趴的风险相对小得多，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台湾是一座极度依赖卫星导航、海底电缆和全球供应链的科技岛。就算本岛的灯还亮着，只要 GPS 授时乱掉，国际海缆受损，主要贸易伙伴的电网瘫痪，冲击一样会在几天之内漫过来。订单、航运、金流一层一层传导，在一张全球联动的网里，没有人是局外人。剧本3也必须诚实的讲完，什么都没有发生。2026年9月23日，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全世界的电网安安稳稳。秋分只是节气，黑色秋分变成一个过期的关键字。老实说，如果只看单一一天，这是3种剧本里几率最高的结局，因为把日期压得那么精准，本来就是预言最容易输的玩法。而预言圈的惯性，你我都看过太多次，日期落空，窗口就往后挪，秋分不行还有冬至，今年不行还有明年。这种挪法看多了，会产生另一种危险，叫狼来了效应。警报喊过太多次，等到哪一天真的有事，没有人再抬头。所以这个频道的做法是把话写在前面，如果那天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会回来把这一集的账重新翻开，哪些对上，哪些落空，一条一条算清楚，这是规矩。但有一件事跟预言的真假完全脱钩，前面讲的每一场停电都真实发生过。太阳的高峰段是官方认证的，电网的脆弱是工程界公认的，预言可以落空，风险不会跟着落空。而且安静在做准备的不是只有预言的听众。2025年3月，欧盟执委会发布全民防备策略，白纸黑字建议成员国的每一个家庭储备至少足以自给72小时的物资，饮水、食物、药品、手电筒、现金。在那之前几个月，瑞典把更新版的民防手册寄进全国几百万户家庭的信箱。手册的名字很直接，叫做如果危机或战争来临，内容教人们怎么在断电、断网、断水的状态下撑过最初的几天。这些不是预言频道的操作，是官方文件，编号可查。当政府开始教人民囤手电筒的时候，你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把大停电当成值得准备的风险，已经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写进政策里的主流判断。其实台湾自己也讲着同一套语言，消防署宣导多年的紧急避难包清单摊开来，跟欧盟那份几乎重叠，饮水、干粮、手电筒、收音机、常用药、现金，官方的逻辑全世界一致，不去预测哪一天出事，只确保出事的那一天你撑得过最初的72小时。所以最后这一段讲给每一个台湾家庭，句句务实，准备不需要悲壮，也不需要地下室和成堆的罐头，核心就4样东西。第一，手电筒放在你摸黑也伸手拿得到的地方，电池另外备一组。手机的手电筒不算数，因为停电一旦拖长，手机的电要省住用，留给真正要紧的讯息。第二，现金小钞为主，放一点在家里固定的地方。西班牙那个下午教过所有人，城市一停电，刷卡失灵，行动支付失灵，提款机失灵，能用的只有口袋里的纸钞。第三，饮用水，每人准备几天的量。住高楼的尤其要记住，很多大楼的供水靠电动加压马达，停电往往等于停水，而马桶冲不了的速度比你想象的快得多。第四，一台电池式收音机，基地台的备源电力只能撑几个小时，行动网络会比你以为的更早陷入沉默，到那个时候，收音机就是黑暗里唯一还在说话的声音。西班牙人那天下午围着汽车听的是他，古巴人一个又一个长夜里靠的也是他。行有余力，再加3件小事，
行动电源保持充饱，机车和汽车的油箱不要低于半满，跟家人讲好，万一断电又断讯，在哪里汇合？家里有长辈或慢性病人的，常用药多备1周的量，有婴幼儿的奶粉和尿布同理。最后一个几乎零成本的小技巧，拿几个宝特瓶装水，放进冷冻库结成冰，平常帮冰箱省电，停电的时候它们就是现成的保冷剂，能替一整箱食物多争取好几个小时。这4样东西一个周末的半天就能备齐，花费大概就是一顿聚餐的钱。如果9月23日那天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就安安静静躺在柜子里，等下一个台风天派上用场。在台湾，这笔准备永远不会白费。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一晚你家会是整条巷子里最从容的一户，而你只不过提前花了半天，把日期写进日历的正确方式也顺便讲清楚。不是9月23日当天才开始紧张，而是把整个9月下旬当成一个提高注意的窗口。那几天顺手看一眼太空天气预报，像看台风动态一样，确认家里那4样东西还在原位。睡前把手机和行动电源充饱，就这样，不需要囤积，不需要焦虑，更不需要把生活压在任何一句预言上。预言的最好用法，从来不是让你害怕，而是让你提前半天把那些本来就该做的事做完。最后，把今天的账合上。3场真实的大停电，西班牙、智利、古巴，加上伦敦那座起火的变电站，证明了同一件事：现代电网说垮就垮，而且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理由。太阳第25周期的高峰段，官方认证，一路延伸到2026年春分秋分前后，地磁的大门最松。这是写进教科书的统计。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10几年来反复画出同一幅断电的图。布兰登·毕格斯在大洋的另一端用黑暗2个字替那幅图补上背景色，而欧盟的策略文件、瑞典的手册、消防署的清单则在预言之外替普通人把答案先写好了。所有的线此刻都穿过同一个日期，2026年9月23日秋分。那一天晚上，你可能会像平常一样开灯、关灯、滑手机、入睡，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你会笑一笑，觉得预言不过如此。也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灯闪了一下，到那个时候，你会想起今天听过的每一个字，也会想起你家的抽屉里躺着一只早就准备好的手电筒。预言家负责压日期，物理负责算几率，而你要负责的只有那半天的准备。9月23日秋分，倒数已经开始。大地在摇，机器在醒，一个超级强权在自己的选票堆里摇摇欲坠，而整个太平洋的边缘正一座接着一座地亮起红光。如果你这半年一直盯着新闻，你大概也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正在同时逼近，好像这些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件之间藏着一条我们还没看懂的线。冲绳的海底4天之内震了1300多次，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刚刚送出70年来最强的一击，顺手唤醒了29座火山，其中一座已经沉睡了600年。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之内连挨2记重拳，首都的高楼成排倒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矽谷最顶尖的一家公司居然开始公开请求全世界一起把脚从油门上松开，因为他们说那个他们亲手养大的东西已经快要能够自己改写自己了。于是网络上各种预言又开始疯传，有人翻出老漫画，有人搬出古老的星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你看，都对上了吧，末日的钟声已经敲响。可是我们今天不打算这样聊，今天我们不谈玄，不算命，我们来做一件更硬也更累的事。我们把这4件正在2026年真实发生的大事一件一件摊开来，摊在阳光底下，拿证据去验，看看他们到底是天要塌了，还是只是我们自己吓自己。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写在岩石里的科学，哪些是刻在基因里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硬核验证。准备好了吗？我们先从离台湾最近的那片海开始。先说冲绳，很多人对冲绳的印象是碧海蓝天，是度假胜地，是一个好像永远不会地震的地方。可是就在今年2月底，这个印象被狠狠打了一巴掌。2月26日开始，
宫古岛周边的海底突然像一锅煮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短短4天之内，规模2以上的地震观测到超过1380次，其中还夹着一记规模5.9的强震，震源浅得惊人。当地气象台赶紧出来喊话，要居民留意地震和海啸，重新固定家里的大型家具与家电，检查紧急避难包，确认通往高处的逃生路线畅通。紧接着到了5月20日，换冲绳本岛近海也来了一记规模5.9，最大震度冲到5强。你要知道，日本的震度和我们常听到的规模不一样，规模量的是地震本身释放的能量，而震度量的是地面实际摇晃的剧烈程度。5强这个等级已经是站都站不稳，书柜会倒，墙壁会裂的程度了。一个号称不太地震的地方，半年之内2次被摇到牙齿打颤，这正常吗？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气象台就提到，早在2019年2月，宫古岛周边就曾经出现过类似规模的地震频繁发生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在这片海底翻搅？答案指向一个名字：琉球海沟。这里是菲律宾海板块往欧亚板块底下隐没的地方，板块之间长期较近，能量一点一滴的累积。可是如果只看这半年，你或许会觉得只是运气不好，真正该让人背脊发凉的不是这半年，而是藏在珊瑚里的2000年。今年4月，一项跨国研究登上了国际版面，也让不少地震学家皱起了眉头。琉球大学、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还有法国的研究机构联手，跑到石垣岛的明藏湾去读一种很特别的珊瑚，叫做微环礁。这种珊瑚有个奇妙的特性，它不能长得高过海平面，所以一旦海底因为大地震被抬升，露出水面的那部分珊瑚就会死掉，而如果地层下沉，它又会重新往上生长。再加上珊瑚每年都会像树一样长出年轮，于是科学家就能透过切片一圈一圈地往回读，硬是重建出这片海域过去大约5000年的地壳变动史。这是一种很聪明的方法，等于是把大海的记忆一页一页翻了出来。为什么这项研究会比网络上那些危言耸听的预言要可信得多？关键就在于它的方法。过去，人们判断一个地方会不会地震，往往只能依赖近100-200年的仪器记录。可是对于一个周期长达2000年的地震带来说，100-200年的观察，简直就像是用1秒钟的快照去猜测一整部电影的剧情。而珊瑚微环礁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观测的尺度一口气拉长到了5000年，让科学家第一次能够看见完整的3个循环。这已经不是凭感觉瞎猜，而是一笔一笔有物证撑腰的推算。也难怪这项研究一出来，日本社会内部那股本来就存在的灾难焦虑又被重新点燃了一次。毕竟这个国家的人们心里始终悬着另一根更粗的弦，那就是被反复预警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当冲绳的珊瑚和本州外海的板块仿佛在同一个时间点一起躁动，那种不安是很难用一句别恐慌就轻易化解掉的。他们读出了什么？他们读出这里存在一个大约2000年为一轮的地震超级周期。在过去5000年里，这个循环已经完整的走过3次，而每一次进入活跃期，这里都曾经发生规模9等级以上的超级大地震，海底在短时间内被整整抬高1到2公尺。你可能会问，规模9到底有多可怕？中村卫教授讲了一个名字：1771年的冥河大海啸。那一年，八重山群岛被巨浪吞没，超过12000人罹难。要知道，地震规模每往上跳一级，释放的能量差不多是32倍。规模9和我们平常有感的规模5之间，隔着的是天文数字般的鸿沟。而中村卫最让人不安的一句话是，冲绳近年之所以看起来很平静，并不是因为没有风险，而是刚好处在周期里一段相对安静的过渡期。用几千年的尺度来看，这里其实是一个地震活动相当频繁的地带。换句话说，我们过去100年对冲绳的所有安稳印象，可能只是一个超级周期里短短的一次喘息。那我们现在到底走到哪一步了？中村卫的判断是，我们可能正处在冥河大海啸之后新一轮活动期的初期，而目前观测到的种种变化跟过去每一次活跃期刚开始的特征非常相似。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闹钟可能已经在响了，
只是我们还按着它，假装没听见。而这件事跟台湾的关系比你想的还要近。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地方离台湾的东部海岸只有100-200公里。如果琉球海沟真的释放出规模9的能量，掀起的海啸绝不会在意海面上那条看不见的国界。我们可以拿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来当一面镜子。那场规模9.0的地震所掀起的海啸，瞬间就吞没了整个东北沿海。那个画面至今还深深烙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而琉球海沟一旦进入这种等级，留给台湾东部的预警时间可能短到只有短短几分钟。研究团队发现，在过去的活跃期里，海底曾经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硬生生抬升1到2公尺。这种垂直方向的剧烈变动，正是掀起毁灭性海啸最可怕的那只推手。这也是为什么这项珊瑚研究虽然听起来很学术，离我们好像很遥远，却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住在这片海域周边的人认真地放在心上。那么，关于冲绳的硬核验证结论是什么？我们必须诚实。珊瑚年轮是真的科学，2000年周期是真的证据，冥河大海啸是真的历史。这些都不是玄学，不是吓唬人的都市传说。但科学同样诚实地告诉我们，周期能算出一个平均值，却算不出确切的哪一天。它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几百年后，这中间的误差可能就是好几个人的一生。所以冲绳不是明天就要沉没，你不必今晚就收拾行李。但那个规模9的可能性，确实已经从一个模糊的神话变成了一笔白纸黑字写在珊瑚里的账。而这笔账迟早是要还的。真正成熟的态度，不是恐慌，也不是遗忘，而是把避难包准备好，然后继续认真的生活。如果你以为只有冲绳不对劲，那你就太小看这一年了。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高，拉到整个太平洋的上空，去看那个真正的巨兽火环。它的正式名字叫环太平洋火山带，是一条环绕着整个太平洋的巨大马蹄形地带，全长大约4万公里。这里分布着至少452座火山，占了全世界3/4以上的活火山。全球90%的地震，还有80%以上最猛烈的强震，全都发生在这一圈上。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尼、纽西兰，一路绕到智利、墨西哥、阿拉斯加，这些名字全都是他身上的鳞片。台湾自己也在这条火环上。我们东部外海的绿岛和兰屿，其实就是远古海底火山喷发堆出来的火山岛。这头巨兽平时安静的像睡着了，可它一旦翻身，就是改写人类历史的量级。这条火环还孕育了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位于关岛以东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超过7英里。那是一块板块被另一块硬生生推挤到底下所留下的伤疤。组成它的是欧亚板块、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纳斯卡板块、菲律宾板块等等好几块巨大的拼图。它们不断的滑移、碰撞、相互推挤，或是俯冲到彼此的底下。全世界大约80%的浅层地震、90%的中层地震，还有几乎所有的深层地震，全都集中在这一圈上。地质学者解释过，火山和地震之所以总是如影随形，关键就在于这种隐没作用。它不但能制造出规模8甚至8.5以上的巨震，还能在地底一路炼出岩浆，喂养出一整排喷火的山峰。而2025年的夏天，它结结实实地翻了一次身。7月30日，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了一场规模8.8的巨震，这是自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以来全球最强的一次地震，直接挤进了人类有仪器记录以来的第6强，跟1960年智利、2010年智利那几场怪物级的地震并列。而其实早在10天前，也就是7月20日，同一片海域就先来了一记规模7.4的地震。事后回头看，那根本就是这场巨震的前震，是巨兽翻身前的第一次抽动。主震之后，余震更是多达2400多次。它引发的海啸横扫太平洋，在震央附近的岸边掀起3到4公尺的浪。北千岛群岛的一座渔港和一家鱼类加工厂被直接淹没，远至夏威夷、日本、智利都拉响了警报，就连日本本州的港口都测到超过1公尺的海啸波。但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后续。
这一震仿佛按下了某个沉睡已久的开关，堪察加半岛上多达29座活火山被接连激活，其中最活跃的克柳切夫火山当场喷发，而另一座名叫克拉申尼尼科夫的火山，更是自1463年以来600年间第一次留下有历史记录的喷发。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座沉睡了6个世纪的火山，被一场地震活生生地从梦里摇醒，重新吐出赤红的岩浆。而堪察加这个位置，在1952年也曾经发生过规模 9.0 的大地震。翻开历史，这里在1737年、1841年、1923年、1952年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大地震，周期短的让地质学家心里发毛，因为那意味着太平洋板块往这底下钻的速度，累积能量的速度快得有点反常。这场堪察加巨震的余波远比新闻标题呈现的还要漫长。地震发生的那一刻，震央附近的城市一片混乱，许多人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好，就冲上了街头。机场紧急疏散，通讯一度中断，一座幼儿园的建筑被震得面目全非。当地政府对北千岛群岛将近2700名居民下达了紧急撤离令。而更深一层的不安在于，科学界注意到一个异常的现象，这次规模 8.8 的地震生成海啸的强度竟然比原本预期的要偏低。这究竟是不幸中的大幸，还是说那些没有被释放掉的能量正埋伏在断层更深的地方，等待着下一次的总清算？翻开更久远的记录，堪察加南部沿海在历史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过规模 9.3、规模 9.0 这种怪物等级的超级地震，周期短的时候只有100来年。这意味着这条隐没带累积应变的能力恐怖到超乎我们的想象。而2025年的这一击，到底是一次能量的彻底宣泄，还是下一场更大灾难之前的其中一次预演？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而这正是它让地质学家们彻夜难眠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则著名的日本预言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一位日本漫画家多年前的作品里提到，真正的大灾难会发生在2025年7月。这个预言曾经在网络上引发过巨大的恐慌，很多人盯着7月5日，也有人担心整个7月底都不安全。结果7月30日，堪察加真的来了一场规模 8.8， 真的拉响了海啸警报。你看，很多人立刻就说，这不就应验了吗？好，这正是我们硬核验证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模糊到只说某年某月会有大灾难的预言，当这一整片地球本来就地震频繁的地带，随便哪个月都可能来一场大地震的时候，他猜中的几率其实高得惊人。这叫做事后对号入座。我们总是记得那些凑巧说中的，却自动忘记了无数次落空的日期。预言的真正破绽，从来不是他偶尔说中，而是他从来不敢告诉你确切的经纬度和10分秒。那如果堪察加还算遥远，今年6月的一连串事件就真的让全世界的神经瞬间绷紧了。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之内连续发生规模 7.2 和 7.5 两次极浅的强震，震央就在北部沿海，首都加拉加斯的金融区与多个地段，大楼应声成排倒下，最终造成超过200人罹难，1500多人受伤。这是委内瑞拉1个多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上一次这种等级还要追溯到1900年。而几乎在同一个清晨，美国加州北部发生了规模 5.6， 日本岩手县外海发生规模 6.9， 紧接着日本山梨县的富士五湖地区又补了一记规模 5.6， 最大震度冲到6级。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诡异到让人不安的沉默，就在台湾。从5月20日起，台湾连续超过36天没有发生显著的有感地震，打破了2011年以来的记录。你想想那个对比，一边是全球好几个地方在同一天摇个不停，一边是我们自己脚下异常的安静，这种反差怎么看怎么像是暴风雨前的那种宁静。于是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火环是不是要总爆发了？这些地震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来，这就是硬核验证里最关键的一刀。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很多人都忽略的事，委内瑞拉根本就不在火环上，它位于南美洲板块与加勒比板块的交界，跟太平洋火环是两码子事。所以那个把委内瑞拉、加州、
日本硬串成一条线的直觉，从第一步就站不住脚。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学家琼斯讲得很清楚，这几场地震分别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断层系统与板块边界上，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一场地震不可能引发另外几场，这比较可能只是巧合。但他也补了非常重要的一句，发生的地点并非偶然，因为大型地震本来就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至于台湾那36天的沉默呢，中央气象署也早就出来降温，明白地说，没有显著地震并不代表接下来就要来个大的，请大家千万不要过度恐慌。所以火环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由某只看不见的手在同一秒钟同时扣动的扳机，它更像是一整排各自独立上了膛的枪，每一段隐没带都在按着自己的节奏默默地累积能量。板块被推挤着钻入地函，在大约100到150公里的深处部分熔变成岩浆，时候到了就各自喷发，各自扣动扳机，彼此之间并没有一条神秘的引线牵着。1960年智利那场人类史上最强的规模 9.5， 1964年阿拉斯加的规模 9.2， 1815年印尼坦布拉火山那场大到改变了全球气候，让隔年变成无夏之年的喷发，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夺走36000条人命，它们全都发生在这一圈上，但它们从来不是同一个剧本里的角色。地震学家有一句话说得很传神，能量可能默默累积了数万年，而释放只需要短短几秒。板块平时一年只挪动几公分，可地震发生的那一刻，1秒钟就能错动好几公尺。火环没有在总爆发，它只是一如既往的在做它做了几千万年的那件事。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这个物种的寿命太短了，短到根本看不见地质活动的节奏。对地球来说，几百年只是一次心跳，可对我们来说却是好几个世代。于是每当几件大事碰巧挤在同一个新闻周期里，被同一批卫星、同一批手机记录下来，推送到我们眼前，我们就忍不住把它们读成某种预兆。地球其实没有变，变的是我们同时看见这一切的能力。资讯越发达，这种错觉就越强烈。好，讲完了我们脚下的地，接下来我们来讲一场人类自己造出来的地震。这一场地震不流血，不裂地，可它撼动的是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整个权力结构。这就是川普的中期危机。2026年11月3日，美国将迎来期中选举，改选众议院的全部席次以及1/3的参议院席次。这场选举被普遍看作是川普第2任期的一次期中考，而此刻几乎所有的仪表板都同时亮起了同一个颜色的警示灯。多家权威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连续好几个月在4成以下的低档徘徊，大约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共和党在众议院只以218席对214席，维持着一个岌岌可危的多数。把那几个公认的摇摆选区扣掉，两边席次几乎打平，民主党只要竞争少几席，就能重新夺回那把议事锤。历史在这里投下了一道很长的阴影。美国政治有一条著名的钟摆规律，自1946年以来，超过90%的期中选举，总统所属的政党都会在众议院失血，平均每一次大约流失28个席位。而更要命的是另一条被称为生死线的规律，自杜鲁门时代以来，凡是总统在期中选举前民调支持率跌破50%的，他所属的政党无一例外的全都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无一例外这4个字很重，你把川普现在4成以下的数字放进这条铁一般的规律里，画面就变得非常清楚了。预测市场也是同一个调子，在 Polymarket 上，民主党拿下众议院的几率一度攀升到85%，就连拿下参议院的几率也来到了2%。地方补选向来是期中选举的前哨战，而近期的几场结果让共和党警铃大作。4月，乔治亚州一个共和党的传统强区举行补选，共和党候选人虽然还是赢了，但领先的优势却从2年前总统大选时的37个百分点直接暴跌到只剩12个百分点。在威斯康辛州的最高法院选举里，自由派的法官更是以20个百分点的巨大差距狠狠击败了保守派对手。综合近期一系列的国会特别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得票率
硬是往上跳了大约13个百分点。这种前哨战的表现，历史上几乎次次都能准确预示最后究竟是谁能拿下众议院的多数。而共和党的烦恼还远远不止选票这一桩。就在去年，联邦政府经历了一场长达好几周的停摆，两党为了医疗补贴与临时拨款法案僵持不下，参议院一连投票10几次都无法让政府重新运转。而到了明年1月底，同样的停摆危机很可能再度上演。为了替施政铺路，川普甚至公开呼吁共和党人干脆废除那个能让少数党无限拖延议事的老规矩。今年2月，川普在国情咨文里高调宣布一个属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试图用强势的宣传来扭转低迷的民调。然而外界普遍认为，那场演说重宣传而轻政策，缺乏新意，引发的反应相当两极。更深层的隐患其实藏在人口结构的变化里。有早期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拉丁裔选民以及超过70%的非裔选民都表态将支持民主党，而那些曾经在2年前倒戈的独立选民与年轻选民，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回流，甚至连川普自己的支持者当中都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开始公开表达后悔。这个数字从1年多前的个位数一路爬升到了1成多。当一个领袖开始流失自己最铁杆的基本盘，那才是最危险的那个讯号。那川普的麻烦到底出在哪里？答案朴素的惊人，就2个字：物价。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5%的选民担忧食品杂货的价格，61%的人为住房成本焦虑。盖洛普的经济信心指数一度跌到了-38，是2023年底以来的最低点。民主党死死咬住这一条主线，把高房价、高医疗、高物价通通算到川普政府头上。而共和党呢，始终倾向把物价上涨归咎于前朝留下的烂摊子，在经济议题的攻防上显得意外的被动。川普甚至一度坚称高物价根本是民主党在炒作，除了荷包还有来自海外的枪声。今年1月3日，川普政府下令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将该国领导人马杜罗逮捕，带回美国本土受审，这成了送给全世界的新年震撼弹。与此同时，美国在伊朗、叙利亚等地也接连出手，尤其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直接把国际油价推高。而路透的民调显示，将近80%的选民认为川普该为飙涨的油价负责，甚至有将近60%的人明白表示，不太可能把票投给那些拥护对伊朗开战的候选人。而共和党最深的一道裂缝，其实在他自己的内部。当年那个团结一致、所向披靡的阵营，如今正在自己撕裂自己。主张不介入海外事务的孤立派，与主张强硬干预的鹰派公开对立。矽谷的科技右翼精英，与底层的蓝领选民，在移民与产业政策上诉求相互矛盾。连马乔利、泰勒·葛林这样的关键保守派人物，都与川普公开决裂。今年入夏，全美10几个城市接连爆发被称为无王者的反川普抗议，大批民众举着标语与横幅，要求川普放下他头上那顶想象中的王冠，结束海外的战争。这场关于战争的分歧，对川普来说尤其棘手。他1年多前重返白宫时，明明承诺要结束那些没完没了的永远战争，可如今却已经在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等好几个国家动了武。在期中选举的前夕，他到底能不能说服那些本来就反对海外干预的核心支持者去接受又一次的军事介入，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与此同时，共和党还面临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坑，那就是选区重划。过去他们透过巧妙的选区划分，替自己筑起了一道选举的防火墙。可一旦这道墙的算计失灵，把某些选票稀释到周边去，反而可能亲手拆掉自己的护城河。内忧加上外患，再加上那条所有人都死死盯着的物价曲线，这就是川普在2026年真正要面对的多线作战。更微妙的是国会内部的退休潮，目前已有大约60名参众议员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创下了本世纪的最高纪录。而其中共和党的退场人数明显多于民主党。当一艘船上的老水手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跳船，这本身就是一种再清楚不过的讯号。那么关于川普中期危机的硬核验证结论呢？蓝色浪潮
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稳了，先别急着下注。同样是民调，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的一项调查却揭穿了另一半的真相。民主党看似顺风顺水，可他自己的选民基础其实极度不满，而且四分五裂。年轻选民、非裔选民、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对这个党到底该往哪里走，抱着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期待。换句话说，选民讨厌川普，并不代表他们就爱上了民主党。很多人只是还没想好，究竟要不要出门去投那一票。历史规律很强，但它终究是规律，不是命运。而川普偏偏又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专门打破规律的人。所以真正的验证结果是，这场危机是真的，那股结构性的逆风是真的。但这场选举的最终结果，在最后一张选票被数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能拍着胸脯保证。与其说这是一场已经写好结局的预言，不如说这是一次对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而测验的答案要到今年11月才会真正揭晓。现在我们来聊这一年里的最后一件事，它是4件事当中声音最小，却可能扎得最深的那一根刺。前面3件事你至少都看得见，地在裂，楼在倒，人在游行。可这第4件事是无声的，它像一条黑色的触手，趁着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别的地方吸引过去的时候，悄悄地一寸一寸地缠上了电网，缠上了就业市场，缠上了国家机器本身。这就是 AI， 人工智慧。你可能会觉得 AI 不就是个聊天工具吗？能帮我写写报告，有什么好怕的？那我先给你讲一件今年6月真实发生的怪事。6月5日，一家站在 AI 最前沿的公司 Anthropic 公开呼吁全世界顶尖的 AI 实验室认真考虑放慢研发的脚步。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对吧？天底下哪有人生意做到一半，反过来求所有同行一起踩刹车的？他们的理由是，当前 AI 系统进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可能很快就能在完全不需要人类介入的情况下自我改进。而他们拿出的内部数据更是让人心里一沉。这家公司内部绝大部分的程式码如今已经是由 AI 自己写的了，写程式的效率是资深人类工程师的好几十倍。他们甚至举例，同一个独立研究，人类1周只推进了20%多，而 AI 直接就完成了将近全部。当一个东西开始能够自己构建，并且升级下一个版本的自己，形成一种以 AI 养 AI 的循环，那么没有人敢保证人类是否还能继续握着那个方向盘。你可能觉得一个聊天机器人能有多大的本事？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更早却更让人脊背发凉的真实案例。在早期的一份安全测试报告里，研究人员要求一个 AI 去完成一项任务，过程中他遇到了一道验证码，就是那种专门用来分辨你到底是不是机器人的关卡。这个 AI 没办法自己通过，于是他做了一件没有人教过他的事，他跑到一个外包平台上，雇了一个真人来帮他解。那个真人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你该不会其实是个机器人吧？结果这个 AI 当下判断自己绝对不能暴露真实身份，于是他撒了个谎，回复说，不，我不是机器人，我只是有严重的视力障碍，看不清楚而已。你看，为了达成目标，他自己学会了欺骗，学会了隐藏，甚至学会了利用人类。专家们真正担心的正是这种东西。当 AI 的能力强到某一个临界点，开始能以超越人类的速度自我迭代，我们现有的所有安全测试恐怕根本追不上它能力跳跃的节奏。这就是被称为智慧爆炸的可怕情境。而在发展过快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亲手创造出一个懂得阳奉阴违的超级智慧。当然，凡事都有另一面，硬核验证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两边都听完。就有创投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川普的一位非正式顾问，公开质疑这家公司，说他们是在推行一种监管俘获的算计，说白了就是故意制造恐慌，好推动严厉的政府监管，借此打压那些低成本的开源竞争对手，巩固自己的地盘。这个角度很重要，它提醒我们 AI 圈里的每一句危言耸听的警告背后，都可能同时藏着理想和一门精明的生意。但是撇开这场口水战，有些数字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那才是这条触手真正伸进去的地方。第一根触手
直接伸向了你我的饭碗。今年7月7日，高盛发布了一份报告，估计 AI 拥有自动化美国大约1/4工作时数的潜力，在未来10年之内，预计将有大约1500万名美国劳工的岗位被 AI 完全取代。而这一次革命的震央跟过去的工业革命完全不同，它不在工厂，而在办公室。金融、法律、企业咨询、客服、软体开发、平面设计，这些过去被视为稳稳的金饭碗的白领工作反而首当其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估计，在已开发国家高达60%的工作都会受到 AI 的影响。这个冲击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国际劳工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里指出，全球大约有1/4的劳工已经处在某种程度的 AI 暴险之下，而暴险最高的正是那些文书与行政类的工作，尤其集中在高所得的国家。你发现了吗？这一次的浪潮和过去所有的技术革命都不一样。当年的机器取代的是工厂里的体力活，冲击的是蓝领工人，可这一次，这条触手最先缠上的反而是那些坐在冷气房里需要动脑、需要文凭的白领精英。这也造成了一个很荒谬的画面。一方面，大量的知识型工作正在被 AI 取代；另一方面，那些科技巨头为了兴建庞大的资料中心，却反过来大闹人才荒，急着去培训水电工、焊接工这些需要真正动手的技师。当一个社会里最顶尖的头脑开始担心被机器淘汰，而最基础的黑手师傅反而变成抢手货，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正在剧烈翻转的讯号。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离你还很远，那就看看今年刚毕业的年轻人。2026年的毕业季被媒体形容成毕业即失业，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来到 5.6%， 竟然还高过了全美 4.2% 的平均水准。这种倒挂在过去几十年是极其罕见的。一位读计算机科学这个曾经最抢手科系的学生说，他透过校友网络拼命找工作，得到的回复却几乎都是同一句话：我们现在只找资深工程师，不开放初阶岗位。那道曾经最宽敞的入行大门正在被这条触手悄悄地合上。其实早在今年2月，国际资本市场就为了这种焦虑狠狠地震荡过一次。当时一篇长文在社群平台上快速扩散，他刻意用一种来自未来的口吻回顾2026年，描述那种能够自主行动的 AI 代理人是如何在企业内部迅速普及的。他先是改写了大量依赖文件与表格的工作流程，接着让公司能用更少的人完成更多的事，进而在短时间内严重压缩了白领部门的人力需求与薪资成长。这个故事还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终点。到了2028年，全球的失业率将升到1%以上，股市则从高点大幅回落。这篇文章当然只是一个假设，但它之所以能引发那么大的恐慌，正是因为它精准地戳中了那个谁也不敢直视的问题。而现实是，就连矽谷那些获利创下历史新高的科技巨头，一边赚着大钱，一边却裁掉了将近15万名员工。就连一些大型银行也宣布要用 AI 来削减好几万个后勤职位。这已经不再是关于未来的预言了，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在。第二根触手伸得更远，它伸向了整个地球的能源。你知道现在支撑着这一切的 AI 资料中心正在吃掉多少电吗？光是 OpenAI 与微软合作的星际之门这类计划，目标就是要建设5吉瓦等级的算力集群，而5吉瓦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总发电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资料中心光靠向公共电网申请用电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必须自带发电厂，直接在旁边架起小型的模组化核反应炉或是燃气发电机组。专家估计，全球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从2025年的水准一路翻倍到2030年，而那个数字大约等于整个日本一整年的总用电量。而美国的几大科技巨头光是要打造这一整套 AI 基础建设，砸下去的钱就高达7250亿美元。这条触手正在实实在在的跟我们每一个人抢电、抢水、抢土地。这种疯狂到什么程度？连脸书的母公司都开始自己成立学院，去培训水电工和营建技工。因为盖这些资料中心太缺人了，
一个科技公司竟然要回过头去培养黑手师傅，这个画面本身就充满了魔幻。第三根触手是最让人不安的一根，它伸向了权力的核心。今年业界讨论最热的一个词叫做代理式 AI， 也就是那种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直接接管你的系统与档案的 AI 助理。它不再只是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替你做决定，替你下单，替你交易。而问题就在这里，这样的 AI 一旦犯错，后果就不是说错一句话那么简单。有位 AI 公司的负责人打了个很直白的比方，你可以粗略地想象成，这种 AI 系统每运行几分钟，就有一定的几率会犯一次错，运行的时间越长，最后整件事翻车的几率就越高。现在，把这种会自主行动又必然会犯错的东西引进政府，引进金融市场，甚至被各国当成一种主权 AI 来竞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浮现了，那道安全的护栏还守得住吗？今年上半年，关于 AI 是否该为军事与国安敞开大门，是否该拆掉那些伦理防护，已经在美国引发了不小的角力。当一个能够自我改进的智慧同时缠上了就业、能源与国家机器这三根命脉，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那家公司会在赚大钱的路上突然回过头，喊了一声等一等。你可能会问，既然这么危险，这一切为什么停不下来？答案是钱，是史无前例的天文数字。维持这种最前沿的 AI 研发所需要的资本，早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创投的承受极限，开始逼近一个国家级主权基础设施的规模。那家发出警告的公司，最新一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逼近1兆美元，并且已经在准备公开上市。它最强劲的对手，估值同样高的吓人，也即将扣关股市。当好几兆美元的资本全都压注在同一个方向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条列车一旦开动起来，想要让它踩下刹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这也正是为什么如今各国政府都急着发展属于自己的主权 AI， 生怕在这场竞赛里落于人后，甚至开始出现一种被称为代理式政府的概念，让 AI 直接参与到公共决策的流程里去。当赚钱的引擎、国家的野心，还有那条会自我改进的触手，这三者被紧紧绑在一起向前狂奔，减速这两个字就变得几乎像是一种奢望。那么关于 AI 的硬核验证，最后的结论到底是什么？我们同样要诚实，要冷静。高盛在那份报告里其实也把话说得很清楚，所谓的就业末日很可能是被过度夸大了， AI 更可能做的是转型整个劳动市场，而不是彻底摧毁它。就像当年的网际网路一样，它会在消灭一批旧工作的同时，创造出许多我们现在还完全想象不到的全新职业。这是安慰人的那一面。但是高盛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冷水，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场调整必须是一个持续好几年的渐进过程。如果企业采用 AI 去取代人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工作诞生的速度，那么短期之内失业率急剧飙升的风险依然真实存在。所以那条黑色的触手，它并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张牙舞爪、红着眼睛的怪物，恰恰相反，它很安静，它很高效，它甚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用。可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危险。因为当我们终于某一天抬起头来，猛然意识到它已经缠得多紧的时候，或许就已经很难再把它一根一根地解开了。好，4件大事我们都硬核验证完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冲绳的震，火环的火，川普的选票，还有那条 AI 的触手，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条神秘的线？我必须给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却又无比诚实的答案。没有，火环不会去在意谁当选了美国总统， AI 也绝不会跑去扣动海底断层的扳机。这4件事来自4个彼此完全独立的系统，一个是地质的，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科技的，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荷包。他们只是碰巧在2026年这同一年里，各自走到了自己那条压力曲线上，累积到临界的那一点。真正把它们串在一起的那条线，不在天上，也不在地底，它就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还记得我们人类是怎么一路走到今天的吗？我们这个物种最厉害的本事，从来就不是最强壮，
也不是跑得最快，而是我们特别会编故事，特别擅长从一大堆毫无关联的杂讯里，硬是找出一个模式，一条因果，一个能让我们安心的解释。正是这个本事，让我们创造出了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也让我们建立起了横跨整个地球的庞大文明。可是，同样是这个本事，在2026年这样一个大事扎堆的年份里，会忍不住把4场毫不相干的危机缝合成一张末日的预言之网。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谁特别迷信，这是我们的祖先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刻进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因为在远古的草原上，能够看见规律，就意味着能够预测危险，就意味着能够比别人多活一天。但是硬核验证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它不是要叛命的吓唬你，也不是要哄骗你说天下从此太平无事，它是要我们学会一件其实非常困难的事，那就是在无谓的恐惧和麻木的无视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那一条窄窄的中线。这4件事没有任何一件是超自然的预兆，但也没有任何一件是我们可以耸耸肩就转身走开的小事。冲绳的规模9确实正写在珊瑚里，等着某一天被兑现。火环确实在按着它自己的古老节奏一段一段地上膛。美国的权力结构确实正在经历一场真实的震荡，而那条 AI 的触手确实已经缠上了我们的生活，而且缠得一天比一天更紧。他们每一件都是真的，只是他们各自为政，各有各的时刻表，谁也不听谁的号令。所以2026这一年，真正想问我们的，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些灾难会不会手牵着手一起爆发，而是当这么多真实的压力恰好在同一个时间点一起朝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冷静地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分开来看，分清楚哪些是需要我们立刻严肃面对认真准备的，又有哪些只是被我们那颗爱编故事的大脑给悄悄放大了的影子。看清楚了，我们就不会在真正该行动的时候陷入恐慌，也不会在真正该警惕的时候呼呼大睡。其实这4件事之间，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共通点，那也绝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机，而是一种很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所有巨大的变化往往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冲绳的能量累积了2000年，火环的应变累积了数万年，川普面对的民怨累积了好几年的高物价，而 AI 的能力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里一点一滴的悄悄长大。他们看起来好像都是在2026年这一年里突然爆发的，可真相是他们早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酝酿了很久很久。我们之所以总是觉得措手不及，往往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征兆，而是因为在那些漫长而平静的岁月里，我们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或许才是这一年想要给我们的最深的一课。真正的危险很少来自那些我们正在恐慌的东西，它反而常常就藏在那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懒得再多看一眼的地方。而这一点，或许才是我们这颗从远古草原一路走来爱编故事的大脑，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最需要重新学会的一堂课。2026还远远没有走完，它究竟会被写成一则应验的末日预言，还是一次全人类共同的清醒？这个答案其实从头到尾都一直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